支架已经弄好了哈。这个我们是用的新的液压支架，这样子的话，你看这个板，它折回去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被沙发挡住。我们之前太长了，想要折叠要把这个垫子弄起来才能折叠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搞短一点，换了个支架，然后这种折下去之后，它也不会到沙发下面去啊。而且我们侧边这个小板啊，有一点点就够了，不需要那么老长哈。之前到这儿了都，其实我们只需要一点点，对吧？搭个胳膊，放点小台子上的东西就行。哎，看我车上现在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哈，是我们要改的喇叭，我们的要装探头，我们车上用的排插、汽车充电器，箱子里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然后雨眉，然后还有一些 USB 的线，才开始要装。我们先把这个板子搞定，因为这个让我很不爽了很久。而为了这个小板子，我们之前还买了2个特别小的这样子的支架，这个是太小了哈，这个我们看留着什么时候用吧。它是没有液压的，它是直接这种生拉硬拽上来的哈，只有这么一点点。这个其实可以架块小板的哈，一点点。我们这个暂时没有用了哈，先放下，我们给它收起来。它是没有液压的，我们现在这个是有液压的。刚装好一个哈，还有个螺丝没有拧上，它这个也是下面有个按键哈。这样的话，你看它合起来之后，它刚好在这个座椅上方啊。我们之前那个很长那个板，它要到这个座椅的下边去，这样不就十分好哈，一点点宽就够了。我们大概裁了这么长一截，的话，之前是在这儿，你看它是占了一个位置，占了一个人的位置哈，就坐起来很不方便。这样，它就下去之后，你看也不需要再把这个，这儿有个安全带，忽略这东西了，不需要再先动这个垫子了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这2块板已经解决了哈。这边也是哈，两边的这个板我们就要一窄点就可以了。通常情况之下，我们是让它缩回去的哈，它这个也不会咵嚓一下掉下来，然后缩到最里边去，彻底完工，10分好，比我们之前那个长出来的那样好很多，而且这个液压杆也弄好了。我们给车厂建议了这块板啊，他们之后可能会在做这种的桌子的时候，也会用这样的支撑杆加上这个小短板就可以了，不需要那么长的板子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装我们的这个 iPad 支架了。这个支架因为它是重型支架，所以呢要把这个木板打穿，两边拉着才结实哈，4公螺丝是不行的，因为它可能会拽下来。这个东西就挺沉了，再加上这个 iPad 上去之后啊，就会更沉。安装完成，我们是把它这边打穿的哈，这边打穿，两边拉在一起，拉在木板上的。我们的那台车上面也有一个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新车主可能要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又重新做了一个这个 iPad 支架，新的哈，这个是完美。这样的话，就我们在床上使用这个 iPad 支架的时候就十分方便，因为它可以拉出来这样子，对吧？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折回来，放在旁边，完美。今天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哈。其他的，我们回头要找个地方充电，就在它这边，接个电，给我们车稍微充一下。ETC 也回来了，然后 ETC 支架，这些再回头搞吧。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喇叭装回去啊，因为依维柯这个车大灯是蜡烛灯哈，喇叭是哑嗓子，你听这个喇叭多难听，就这样子的。这就是它的喇叭的声音，所以我们要换个相对来说好听点的哈。而且这个锁车它每次滴滴的这样喊也不行。我们这个座椅支架还多少有点高，得给它想个办法让这个支架稍微变薄一点。你看这一点就很危险啊，如果要是你这个门开着，你直接关门，这个门可能就会磕到一起。
虽然我们有这个指门器，但是我们这个门到时候还得再想办法给它再加一个指门的，因为有风从逆向来的话，它是止不住的哈，这个门就不能常开的。通常我们会选择一根绳子夹到这里边，或者是绑在倒车镜上。我们还要做的就是这个发动机盖儿隔音哈。你看它这个原厂就这么一个铁皮，然后车门我们听见敲的声音。都是这样的声音，证明车门里边它还是多少有点隔音的。你听这个声音，再听这儿，这里边是没有隔音的，这儿是有。我们会给这个挡泥板里边喷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因为好多胎噪都是从这儿进去的，这儿没法做隔音了，所以我们给这个地方做这个底盘装甲喷雾，多喷几层，喷的厚一点的话，也是有隔音效果的。所以很多的噪音是来自轮胎、胎噪，还有地板，还有就是这个发动机和驾驶室中间的这一层哈，防火的那个防火层。看，我们会给这边也会喷点，听这个门，基本都是只有薄薄一层塑料纸的隔音哈。听这儿，这儿是彻底没有隔音，这就是铁皮的声音，跟敲这儿的声音是一样的。看，这因为克制喇叭拆下来，它就是这样子的哈，单音喇叭，而且这么小。就我们之前换那个大通的那个也换过，大通的是一个大一点的蜗牛喇叭，它这个声音要比这个要好听一些。这个实在太难听了。找从哪的？冯可？哦，找俩个是吧？好的，地方不够我们就分开来装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喇叭装进去了哈，把这个 PIA 的这个喇叭这儿装了一个，里边装了一个，因为它空间有限，所以就只能装在外边这儿。但是它不共振，这样就挺好。我们听一下声音哈。啊，完美，比刚才那个好听多了吧？我们稍微把这个拓展出去一点，这个周围没车吧？没有车，稍微拓一下。啊，我们把它拓出去看看。我们今天过来呢，这个在老板这儿把这个电充满了哈。我们这儿现在是满电，然后把这个拓展窗打开来一下，这下终于能看到我们这个正常的整个地面的面积是多大了啊！这通常我们停下车来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呢，停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敞。你看现在这个面积哈，活动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，摆个桌子都行。我们把这柴暖啊之类的打开都试一试。现在除了这个这儿，现在除了水泵不能试，因为水泵那壳又冻裂了，我们等会儿去看一下。暖风稍微等一下。我们这次把暖风改到了这个床头啊，就是为了不要起床，在冷的时候啊不要起床，伸个手一探，哎，暖风就开始工作了。所以它是两套系统啊，跟我们这个热水是两套系统，暖风和热水是两个。然后我们今天带来一些这些什么支架，全部都是用 drum 的。然后我们要装下我们的这个黑行者 pad， 装到前面去。虽然我们这个 OBD 1分2还没有回来，但是先可以用一个，我们先试一下哈。柴油加热都是正常的哈。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空调吧，让它制热。好，风向左右，它需要一个预热。这些东西我们都要试一下，包括我们这里面好多遥控器都不知道是干嘛的，这东西是干嘛的？哦，这是我们的投影幕布，在我们的舱前边我们隐藏了一个电动的投影幕布哈。其实这个投影幕布还可以再装的更宽一点，但是我们并没有搞那么大一个，这个跟我们现在之前那个车上那个稍微小一点点，因为它这个是需要一个电机的哈，是需要一个电动就是不太好，不像是那个手摇的话，它可以做到顶边边啊。不过这样的话，你看也相当于是个很大的电视了嘛，所以我们暂时先不用这个，测试一下都能不能用。还有什么东西？